樊贵君，是你！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，欢颜如莲，悲苦如己，浓尽碧枯，淡遮履身。妹妹，颜淡。这是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之内，就会像刚才那样飞走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聪明如你，下棋若是死局，那便要抽身离去，否则伤人伤己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崖的茅草屋中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旁人。这世间的种种痛楚，我都尝试过，剜心、雷刑，了无桥下死神之痛，灵火灼灼焚心之苦，皆不若一次心死。我定要相忘，绝不回头。应渊，颜淡，方才是我神志不清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别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你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哼！唐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圣德，唐昭，竟然没死！我命不该绝，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仙衣尽碎，我便能得到帝君的仙灵。你们不是难舍难分吗？那不如一同去死吧。应当，天界凡间，你就这般不依不饶吗？你竟恢复了记忆，哼，甚好。那我便让你们死个明白。颜淡，看到帝君根本不记得你，你的心痛吗？
差点忘了，你只有半颗心了，那应该没有我的痛吧？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番模样，你到现在都不清醒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不如大家一同化为烈火，共成灰烬。你的灵力当中，怎么会有花精族之灵？我能灵力暴涨，多亏你们花精全族。你的族人虽灵力不高，但妖元纯净，人数众多，最适合化为己用。记住，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活一日，终为人，永不得安生。你真是疯了！我已经恢复了天界的记忆，我自然也可以用天界的仙法对付你。一不做，步步做，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你杀我全族，残害帝君，挑唆我与芷溪反目成仇，你害我2次上天星台，今日我便让你一并偿还！为什么我苦修千年，化形成仙，本可仙途无忧，扶摇直上，却为帝君因爱生恨，最终落得个不人不妖，灰飞烟灭的下场。今人作父，难道我一开始便都错了吗？我丢了半颗心，将臣丧了整条命，而你罪有应得。颜淡啊，颜淡，你真没用。无论是天界凡间，你竟都爱上了他。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他外溢的仙力，但是他仙衣破损严重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
只有找到第4件神器，或许才能有所好转。可是3界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？我可以救他。邪神之力都无法修复，你要拿什么去救？如果不是我拉着他去川上划船，他也不至于会如此。我自己惹的事情，我自己负责。放心吧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药，我一定能有办法的。况且，这凌霄派未来掌门人的人情，我要定了。我们2个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唤我。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给我做个宵夜。等我大功告成了，我们一起吃。走吧。燕丹，若有事随时唤我。为何到最后，终究是我想起来你，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？罢了，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，那就一直欠下去吧。燕丹，你为了救我，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。你既然醒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圣德呢？方才你打斗，可有受伤？出没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，我用它已经除掉圣德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。燕丹，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，方才我想问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。燕丹，你给了我你的心头血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怎么只有半颗心？另一半去哪儿了？山的附近，我还在净欢坊的后院中，曾经闻到浓烈的霞叶蒲根的味道。若再让我见到你作恶的话，必将取你性命。我滚！我滚！今夜我们便可在此地住下，入夜之后，便可到净欢坊的后院去一探究竟，便知他所说的是真是假。
怎么回事？我以为这个柳微阳是个行侠仗义之人，没想到也是个猥琐邪祟之徒。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在这鬼鬼祟祟啊！去！公子，瘙痒术。公子，哎，扶霜姑娘，你放心啊，以后这个登徒子再也不敢对你无礼了。可是不必再害怕，不必再为他推诿，我看到他拿针扎你了。以后有我在，放心啊。我想公子你是误会了，我尽欢房中的女子皆爱以花草虫兽的刺青为饰。你看我这臂上的蝴蝶颜色旧了，所以我才请柳公子以针补色。柳公子常宿于此，与我房中的姑娘皆是好友，他还常常赶走那些无礼之徒，所以他与我们只有恩情，从无仇怨。你这弄得大家不都很尴尬吗？啊，刘公子，误会啊，大家误会一场。哈哈哈哈。就凭你这拙劣的身手和眼力劲儿，还想逞英雄呢？别误会！巧了，你身上有股莲花香味儿，我养的这帮小东西们最喜欢吃莲子了。兄台居然会使御鸟之术，尽欢房里的是非多，不多会讲技艺的话，房里的美人们碰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岂不是要被那些浪荡子轻薄侮辱了吗？快来帮我！坏东西！误会吗？柳公子，这位严公子也是好意，既然是误会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既然扶霜姑娘都开口了，也罢。怎么回事？还好柳微阳放你一马，乱是乱了点儿，但是没破相。柳公子虽然没个正形吧，倒是个风趣的人。你信他个鬼话？我才不信呢！有如此心思还神通广大之人，不求闻达，就光在这五房里怜香惜玉，我才不信。要不然就是这个柳微阳有问题，要不然就是这个尽欢房另有玄机。有什么玄机？一个五房，竟然还有药房，而且药品如此齐全，确实不太正常。你们二位来药房做什么？生病了吗？狭叶蒲根，你识得此物？几位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二位肚子饿了，让我去做一盘炒蒲根。狭叶蒲根乃是珠翠山特有的食材，清脆爽口，最能下暑气。
镇上的人一般用来下酒，也算是当地特色，尝尝。柳大哥性格直爽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既然这蒲根是食材，为什么会同药材放在一起？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在五房当中竟然有药房的。二位果然是江湖中人，这疑心还是不浅呀。房中的姑娘们经常练武，有些摔伤磕碰什么的在所难免。再说了，万一碰上几个喜欢下药灌酒的客人，有些药材备着，也好应对嘛。单以霞叶蒲根入药，可治痰多胸闷。你说的单以霞叶蒲根入药，那你可知还有其他的用法？莫非你们二人是遭遇了神霄宫之人？霞叶蒲根入药只有2种方式，若非化痰舒心，那便是迷魂之用，而此方唯有神霄宫可治。那关于神霄宫，你还知道其他什么事？神霄宫行事极为隐秘，我久住尽欢坊，倒是有所耳闻。据说这个神霄宫公主一直在找一件叫做礼尘的法器。我听说这个礼尘好像是一件天上的神器，若不知道怎么用，拿到手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浮尘罢了。哎，唐公子，难道你……柳公子，这是我们与神霄宫的私人恩怨，我们不方便告知，还请见谅。理解理解，江湖是非多，我亦不愿多沾染。不过相逢便是缘，我好心提醒二位一句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们一进入珠翠镇，便被神霄宫的人给盯上了。你们不用花心思找什么线索，既然公主想要礼尘，那她早晚会来找你们，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！哎呀，可惜了这盘炒蒲根啊，看来只能我一人享用了。此人是敌是友，当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此地可谓是鱼龙混杂，若是在这儿多住上几日，说不定会了解到更多神霄宫的消息。就算他们真的找过来，我们也有应对之策。哎，这个地方甚好啊，活色生香，凡间六望，色声香味触法无一不全。我们多住几日，不仅可以调查线索，还可以多积累人生经验。我是10000个赞成的。柳维阳对神霄宫很了解，问到关键之处，他却语焉不详，怕是他想探透我们的底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知道是谁探到谁的底细。哎，你们之前提到过，神霄宫的人喜欢用3瓣梅花刺青为标记。对啊，柳维阳正好会刺青之术，岂不非常可疑？3位公子好巧啊，可要对其解闷。柳公子刚刚那盘得胜了呢。哦，不过10子而已，算是场小胜。扶霜与我学棋半个月，进步如此神速，果然聪颖。还是公子教得好。这尽欢坊来来往往人甚多，还从未有人能够赢过公子呢。柳公子，您的功夫、刺青、御兽，还有下棋，无一不精通。像您这样的人才，为何会躲在这胭脂堆里呢？都是些爱好罢了。要是严公子对下棋感兴趣，不妨来试试。甚好，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弟与你比试一番。上！你不是出身名门正派吗？琴棋书画你肯定样样精通啊，你上啊！下棋我是真不会，靠你了。那巧了不是，我也不会。要不你上？我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连青如此冰雪聪明，我猜啊，你就算现学也能胜他。你现在说这番鬼话合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2个打个赌，如果你不能胜他，往后夜宵全由我来做。上吧。
罢了，只能我出马。来吧，我与你比试。慢着，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，是因为她们聘我做了教棋师傅。我要是与你下，可有什么赌注吗？这样吧，金子银子乃是俗物，赌起来太没意思了。若谁赢了，便问输家一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如何？成交。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，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。我们毕竟是来查李晨线索的，若是消息走漏的话，怕是不妥。现在正是好好摸清柳维阳底细的好时机，而且我断言，严旦必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聪明吧，但也是现学现卖，只怕是还没有开口掏出线索呢，就把我们的底细都漏光了。我就是知道，而且3盘以内，柳维阳定吃不下严旦一子。你去看着吧。我赢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。愿赌服输。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？这个喽，不离锁，可以使人变成傀儡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要我看呀，这么恶毒的法术，应该尽早废除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御鸟术，或许更适合你。小人，再来。我赢了，该我问你了。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，那你为何不归家，常年住在这金婚房中？家中的规矩繁琐，不如这里肆意快活，自然就不愿意回去。那你家在何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想知道的话，再赢我一把。来。师从游侠，最善驯鸟，心无大志，随缘度日。等等，棋子的数量不对，你赢我1子，棋盘上有180子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棋路里应该还剩1枚白子，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。按照规矩来说，棋路少子，对弈双方应当互相搜身，以证清白。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搜身就搜身，别想污蔑我。来。不可。帝君，小仙先行告退。帝尊，你既已自罚，诸罪皆轻，回自己宫中便是，为何还要来此处啊？帝尊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怎会伤了仙灵？并无大碍。为了一个仙子，违逆天规，还伤重如此，值吗？帝尊，我之所以受伤，是在叶忘川遭遇了伏击。以你的仙力，不至于伤成这样。是谁动的手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，与天史记载不同。当时我正于调查此事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。
冥王也被灭了口。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还望帝尊准许。仙魔大战，乃是3界的重事，死伤众多呀。若有内情，必须彻查。你想怎么做？大战之后，部分魔族残余混入了凡间，我想下界去查探一番。不过，此事时过境迁，若是公然翻查，会引起流言蜚语，有损3界的太平。这一层，你想到过没有？帝尊请放心，我会以下界罹难为由，暗中查探。也好，我便昭告天界，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罹难。我会保留你的记忆，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谢帝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即便是在凡界，也要遵守天规。我会差人给你安排一个断情绝爱、便于修行的命格，以便你心无旁骛，事半功倍。应渊明白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何能化腐重生啊？此宝物为一眼。一眼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2次大恩无以回报。你我既然如此有缘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一结金兰，如何？方才你也救了我一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是，我有要事缠身，先行一步。哎，拜见山主。百灵带羽族众妖恭拜山主。花精族众妖恭拜山主。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，恭拜山主。此为何意？耶兰山向来以妖力的高低来推举山主。之前，裘西仗着这片疗愈万伤、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，横霸山境，自立为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今日你杀了他，那自然证明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，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山主。我非山境之人，无力做山境之主。那有何关系？自从裘西当了山主，众多妖族流离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英雄不问出处。是你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害。这些人都是自愿跟随你的，请你不要推脱了。方才看见你有仇家。耶兰山地势隐蔽，万妖聚集，你若躲避在此，那些人定不敢追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那便更要留下了啊！耶兰山的妖族手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，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紫林。
诸位，我能在此地，皆因子陵冒死相救。大家能够安然活着，也是因为子陵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。诸位，大家都说，诛求西者，便可成为山境之王。我认为这王位，应该我二人同坐。哎，往后山境之事，你主外，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？甚好，甚好。只是还不知道内人姓甚名谁。内人？哦，于墨。都听到了吗？还不参拜于墨山主？拜见二位山主。恭拜二位山主。诸位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，你我皆是家人，在山境之中，无需行此重礼。海灵，从今日起，你作为山境之中的内务总管，若有伤者，皆可到此温泉疗伤。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。承蒙山主信任，百灵定当尽心竭力。现如今，山境已平，各族皆派小妖下山通报，召流落众妖重返家园。若在下山路上遇到凡人，切莫伤害。我为山境之主，善妖，我定助其安居乐业。如果遇恶妖祸害凡间，我定严惩不贷。是。帝君，颜淡在天界时，最期盼的便是姐姐晋升仙界，所以我来是替她实现心愿。听闻帝君前几日又一次自伐夏季，颜淡是不是已经渡过忘川了？他可安好？往年他一心为你，而你却全然辜负，然后因假名册让他备受苦楚，现下关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殷元君如此神色，难道他晚了一步，颜淡已经灰飞烟灭了？如今众人皆以为只惜仙子欢心救人，升仙境界，而其胞美顽劣不堪，毒害仙子，终是恶果。如今你得偿所愿，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只惜仙子，祝你日后步步高升，前程似锦。知悉，谢帝君赐福。
这满天星光，再也无人与我共赏。我怎么在天上飞啊？救命啊！娘子，从今往后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好。救命啊！妖怪，说的是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会落到这里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他就在里面，快抓住他！不知裴世子光临，多有怠慢，平时都请不到您呐。今日犬子婚宴，不成想裴世子竟肯赏脸呐。原来世子是来给绛尘姑娘捧场，世子好眼光啊！绛尘姑娘的戏，乃难度一绝啊！啊！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娘子，昔日一别，我好生想念啊！江湖酒气，帮我一把。离家10载，夜半发梦，皆为旧忆。犹记雾帘烟波晨光碧，相逢时正年少。非絮乱，薄酒寒，奈若何？多情应笑我，又谁知此夜登高楼？是他，上！今夕彻午，辗转归来，与卿重聚，设功名，挽路车，比鸾凰。更有恶人阻拦，不与良人分离。